今天我们要来揭开一个长久以来被奉为全民信仰的慈善帝国幕后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横跨全球、信徒无数的慈济功德会。在台湾提起慈济，过去人们往往肃然起敬，它代表着大爱与慈悲，代表着救苦救难的力量。然而近年来，这座昔日被抬上神坛的慈善圣地却卷入了一连串争议漩涡，从全民崇敬到备受质疑，慈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真相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也更加令人震惊。要讲慈济的故事，我们得先从它的起源开始说起。时间回到1966年，那是在台湾东部花莲的一个小诊所里，一位年轻的比丘尼证严法师亲眼目睹地上一滩刺目的鲜血。据说这血迹来自一名贫苦的原住民产妇，她因为付不起新台币200元的保证金，被医院拒于门外，最终在回家路上失去生命。那一滩血深深刺痛了证严法师的心，他悲悯世间苦难，立下宏愿，要创立一个以慈悲为怀、济世救人的团体，帮助那些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穷人。就这样，证严法师号召了当地30位家庭主妇，每人每天省下5毛钱，积少成多，用这滴滴爱心之水汇聚成江河，救助贫病。慈济功德会的雏形由此诞生。这个一滩血的故事在慈济圈内广为流传，成为慈济创立的神圣传说。多年来，它感动了无数人加入捐款行列，也被写进慈济的刊物和宣传影片中。然而，您可能想不到的是，这段看似崇高的创办传奇，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场司法风波。2003年，花莲当地一位已故医生的子女跳出来指出，证严法师口中那位拒收产妇的黑心医生，影射的就是他们的父亲，并表示从未发生过这样见死不救的事情。换言之，他们质疑一滩血的故事真实性，认为这只是为了募款而夸大的宣传。于是他们一纸告上法院，控告证严法师涉犯诽谤。消息一出，震撼了社会大众。谁能想象慈济的创始故事会被指为虚构？一时间，神坛般的慈济形象出现了一丝裂痕。官司缠讼中，证严法师亲自出庭应诉，最终刑事部分法院判决证严法师无罪，但在民事求偿部分，法官认为证严法师对故事的描述有夸大、不够严谨之处，判决慈济方面败诉。简而言之，法院并未认定证严恶意杜撰谣言，但也指出这动人传说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对崇敬慈济的人而言，这结果多少有些尴尬。原来连慈济创办的起点都可能染上一点传奇加工的色彩。证严法师最后选择不再上诉，表示不愿让年迈的当事人继续奔波。这场风波彷佛是给慈济神话投下的一颗小石子，激起圈内圈外些许涟漪。但彼时，多数人仍愿意相信慈济的初心，相信这仅是一场误解。慈济慈善帝国的扩张之路并未因此停下脚步。回顾慈济一路走来，从1960年代的寂寂无名，到后来成长为台湾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之一，只用了短短数十年，这背后是无数点滴善念的累积。70年代起，愈来愈多人被慈济强调的慈悲喜舍、精神感召，加入每月捐款的行列。那些最初日存5毛钱行善的家庭主妇们，带动出一股全民行善风潮。到了80年代，慈济的力量已不可小觑，募款金额节节攀升，会员人数暴增。更重要的是，慈济建立了一套慈济式的慈善文化，他们不强制信仰，不介入政治，只默默做善事，以身教感化人心。证严法师常说，只要人人心存善念，社会就会更好。这种朴素信念获得广泛共鸣，许多善心人士不仅捐款，还身体力行参与志工行列。慈济志工走入贫民窟送物资，深入偏乡义诊施医，甚至主动在街头巷尾捡拾垃圾，推动资源回收，以具体行动诠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随着基础雄厚，慈济开始更大规模地投入医疗与教育领域。1986年，慈济在花莲创办了第一所慈济医院，
为贫病者提供医疗服务。90年代又设立静思精舍和慈济大学，培养慈善人才。此外，慈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4大志业、8大脚印的完整体系，慈善、医疗、教育、人文4大志业齐头并进。同时，在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和社区志工等8个面向全面耕耘。这种全方位的经营模式使慈济成为一个独树一帜的慈善王国。慈济的据点也如雨后春笋般拓展，不仅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分会与联络处，甚至远至美国、东南亚、非洲都有慈济人的足迹。正因为如此，慈济不局限于台湾本土救援，他们秉持赈灾无国界的理念，只要哪里发生天灾人祸，就尽力伸出援手。从1991年中国大陆华东水灾，到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再到2004年南亚海啸，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与海地强震，甚至2011年日本福岛震灾，都可以看到身穿蓝白制服的慈济志工出现在救援现场。这些义举让慈济赢得国际声誉，也让更多台湾民众因有这样的团体而感到骄傲。短短几十年间，慈济就从东部一隅的小莲花成长为根植台湾、放眼全球的巨大莲池，被人称作慈济现象。进入21世纪，慈济的版图仍在持续扩张。据统计，慈济在全球已建立约680多个据点，拥有超过100万名委员与慈诚志工，弥合成一张无远弗届的慈善网络。在台湾本土，进入21世纪初，慈济在台湾的声望可谓达到巅峰，它成为无私奉献的代名词。无论地震、风灾、火灾，只要有灾难，就有慈济的身影。他们赶在第一时间驰援，发放粮食，搭建临时庇护所，甚至在震后为灾民兴建大爱村永久屋，协助重建家园。慈济志工端着热腾腾的素食粥送到饥寒交迫的灾民手中，他们拿着扫帚清理瓦砾，在废墟中为绝望的人们带来安慰。那一身整齐朴素的蓝白志工服成了爱心与效率的象征。有人形容台湾有3大奇迹：便利商店、夜市小吃和慈济志工。从普通街坊到社会贤达，无不对慈济竖起大拇指。许多长辈视证严法师为当代观世音菩萨化身，逢人便赞颂慈济真的在做好事，帮助苦难人。在那段岁月里，慈济几乎成了一种全民信仰，它跨越宗教、党派与族群界限，在台湾社会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声望。然而，古语云：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就在慈济如日中天之际，一些潜藏的阴影也开始浮现。长久以来，由于慈济享有的崇高地位，社会大众对其内部运作缺乏深入了解，更遑论监督批评。多年来，少有人公开质疑慈济，就连政府部门在面对这座民间巨无霸时也显得谨慎。然而，当组织庞大到一定程度，各种问题往往难免滋生。21世纪初，已有零星声音开始问，慈济募得这么多款项究竟如何分配？组织决策是否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位领导？慈济志工庞大的纪律与动员力背后，是否也存在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这些疑问在当时仍如风中细雨，未掀起太大波澜。真正让慈济陷入信任危机的是发生在2015年前后的一连串事件，那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块块击碎了慈济过去累积的完美形象，把这个庞大的慈善帝国推向前所未有的风暴中心。这起风波的序幕发生在2015年初的一个清晨，在台北市内湖区的大湖公园旁，青翠山坡笼罩薄雾，空气中却弥漫着一丝紧张。数十名当地里民和环保人士手持抗议标语聚集在山脚下，神情严肃。标语上写着：保护区不能变建地，反对破坏环境。另一边也有几位慈济信众静静伫立，双手合十祈祷园区计划能顺利推动。当旭日东升，金色阳光映照在人们脸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跃然眼前。一场信仰与环境的拉锯战就此在晨曦中拉开帷幕。先来说说引爆争议的第一张骨牌：台北内湖保护区开发事件。2015年，慈济计划于台北市内湖区五指山附近
兴建一座大型园区，名为慈济内湖社会福利园区。按照慈济的构想，这里将盖起环保教育中心、志工大楼，甚至可能包括一所医院，以提供台北都会区更完善的慈善服务。然而，有一个关键问题，慈济所拟开发的土地依法划定属于生态保护区，这片位于大湖地区的山坡地绿树成荫，是台北市仅存的不多的自然保护地带之一。当地居民与环保团体闻讯后大为紧张，担心慈济动工将破坏生态，引发环境负担。他们质疑，一个提倡爱护众生的慈善团体怎能跑来开发保护区？难道慈济为了自己的扩张可以不惜牺牲环境？随着慈济提交变更地目申请，内湖开发案迅速成为媒体焦点，一时间舆论哗然。支持者认为慈济作为公益用途应该予以通融，但反对声浪更是汹涌。许多人愤怒地表示，保护区就是保护区，换了谁都不能开发，就算你是慈济也不行。让争议升温的是传出慈济方面疑似对舆论施压的消息，有环保人士在公车车身上刊登反对广告，点名批评慈济违法开发，岂料广告很快下架，引发广告被神秘力量撤掉的猜测。同时，有媒体记者爆料，采访内湖案时遭到某些单位的关切，报道压力骤增，甚至连慈济自家的大爱电视台当时也制作节目，强调开发案的合理性与慈悲出发点，企图缓解外界疑虑。但这些举动反而适得其反，让更多民众觉得不满。过去亲切谦和的慈济怎么像变了样？为了达成目的，不惜动用影响力压下批评声音，这还是我们心目中那家高尚的慈善团体吗？争议延烧之际，新上任的台北市长也公开表态反对此案。他直言不讳地质疑，为什么有人买保护区的地来开发？这很奇怪啊！此话一出，犹如一声惊雷。过去政坛对慈济多有忌惮，甚少有人如此直言批评，但市长的发声给了反对方极大鼓舞。终于，在居民抗议与舆论压力下，慈济方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形象危机。他们在花莲静思精舍举行记者会，宣布深感不安，决定撤案，内湖园区开发计划就此暂停。这场风波是慈济创立以来首次在公共政策上碰钉子，对其圣洁光环造成重大冲击。许多台湾民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慈济也会犯错，也会引发公愤，并非永远正确、毫无争议的完美存在。内湖案庞佛撕开了一道口子，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慈济这个庞然大物。内湖事件之后，紧接着浮上台面的是关于慈济资金运用和财务透明度的质疑。多年来，慈济累积了海量的善款与资产，外界却对其内部账目所知有限。在内湖争议的同一时期，一些媒体开始追踪调查慈济的财务状况，结果发现了许多令人咂舌的数字。有人指出，慈济早已坐拥上千亿元新台币的总资产，旗下横跨医疗、教育、媒体等多个基金会，单是正言法师担任董事长的慈济相关法人就多达10数家。慈济常年在台湾各地募款，还接受许多土地和财产捐赠，以致拥有庞大的土地资源。有批评者形容，慈济俨然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地主。据说单在台北市和新北市，慈济持有的土地面积就接近180万平方米，让人咂舌。这些过去从未被细究的惊人资产规模，随着媒体报道浮出水面，让社会大众不禁开始好奇，我们每个月捐出的钱都累积到哪里去了？慈济究竟多有钱？他们拿了那么多善款，是否真正落实在慈善用途？这也凸显出慈济在法律监督上的空白。由于台湾缺乏统一的宗教法人法规范，慈济是以多个财团法人名义分散运作，资产横跨医疗、教育、慈善等领域，各法人之间的资金流动外界难以掌握，政府对这庞然大物也常投鼠忌器，不敢介入过深。换句话说，慈济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长期自主运作却欠缺透明监督。管理如此庞大的资源也并非易事。有人就爆料，慈济早年在中国大陆厦门购地扩建据点时，曾遭不肖人士设局诈走，约新台币7000万元。然而慈济内部对此却云淡风轻，既没有大肆声张，也没有严查纠责，巨额善款就这么打了水漂，让外界质疑慈济的财务管理与内控机制
恐怕存在漏洞。很快的，更多惊人的内幕被挖了出来。一些媒体揭露，慈济的账目多年来从未对外公开明细，巨额款项的去向成谜。例如，有消息指出，在某些年度，慈济募得的捐款中，用于实际赈灾救助的比例竟不到 1%， 其余资金则沉淀在账上或投入其他用途。虽然慈济方面澄清各项经费还包含医疗、教育、国际援助等支出，而非全数闲置，但捐款使用率之低还是引发了社会对善款黑箱的疑虑。一时间，假慈善、真敛财的质问响遍舆论场，人们开始讨论，慈济每年募得数十亿元，会不会比一般企业还会赚钱？当公益组织握有如此庞大的资源而缺乏外部监督时，究竟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需要的地方？更刺激人心的是关于投资的爆料。原来慈济基金会不仅募款，还会将部分资金拿去投资增值，而且投资项目令人跌破眼镜，竟包括武器制造商、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这些企业与慈济常年提倡的慈悲不杀生、环保戒烟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消息一出，信众与公众皆哗然，捐给慈济的爱心钱怎能流入枪炮和香烟的生意？难道我们善心养出了一头资本巨兽？慈济方面随后回应称，美国慈济分会财务独立运作，依照当地常规，会将善款的一部分进行投资，以保值增息，但承认投资标的选择上确实有不妥，日后将进行调整，避免再投资与理念相悖的产业。同时，慈济总会也宣布将提升透明度，包括允许捐款会员上网查询善款流向，每年主动公开财务报表，接受大众检视。这些补救措施正是在风暴中被逼出来的改革。过去谁也没料到，有一天高高在上的慈善龙头也要忙不迭开记者会澄清账目。内湖案与财务黑箱风波双管齐下，慈济多年累积的公信力严重受创，许多过去对慈济深信不疑的人开始动摇，甚至愤怒。网络上出现大量讨论帖和影片，解析慈济的种种黑幕。一时间，慈济神话崩坏成为热门话题。短短时间内，网络上涌现许多讨论文章与视频，细数慈济的种种黑料，从慈济5大争议懒人包到慈济10大惊人秘密，各种耸动标题吸引着好奇的目光，点击率动辄破100万。昔日没人敢质疑的神圣形象，此刻庞佛成了全民检视的对象。如此剧烈的反差，令许多慈济志工深感错愕与悲痛。这座昔日不可侵犯的慈善圣殿似乎正开始动摇。大爱电视台制作流程的争议也在此时被翻了出来。2023年底，知名导演陈宝忠突然在社群媒体发文，揭露他受邀为慈济旗下的大爱电视台拍摄新戏，却在拍摄过程中遭遇离奇对待。原来，大爱台中途无预警腰斩了他诚制的新戏《姐的魔法厨房》，不但让剧组血本无归，还要求他赔偿前期投入的制作费。陈导演一怒之下决定提告，并将过程公开在网络上，引发影视圈一片哗然。随着此事曝光，多位曾与大爱台合作的导演、制作人接连站出来爆料，他们揭发大爱电视台内部早有种种离谱乱象，高层人士全凭个人喜好安排，非戏剧出身的主管插手节目内容，导致专业制作团队无所适从。更惊人的是，有些深得高层信任的制作人拍一档戏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扬言拍一部戏就买一栋房子。甚至一位前大爱台制作人林明远公开写信给慈济，直指圈内都知道红包文化盛行，难道慈济高层不知道吗？他感叹，大众点点滴滴捐来的善款怎能被少数人如此滥用？这些爆料把幕后黑幕摊在阳光下，也把大爱台过去清新正面的形象踩得粉碎。有人大胆在公开信中直谏正言法师，请您看看弟子们的贪嗔痴，连佛门弟子的三毒都搬出，可见身为领导的上人也被逼到了墙角。长期以来，大爱电视台是慈济对外宣扬善念的重要窗口，曾制播许多感人至深的节目，但如今他却被指责沦为少数人中饱私囊的工具。对一向自诩清流的慈济而言，无疑是一记重击。许多支持者难以置信地问，难道连慈济的媒体体系都出了腐败？那些受苦受难大众捐出的血汗钱，竟有一部分
变成某些人袋中的利益。大爱台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慈济另一边又爆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丑闻。2025年年初，热心公益的知名作家苦苓揭发，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大厅悬挂的一幅巨型壁画《佛陀问病图》，竟是临摹自国外艺术家的原作，涉嫌偷画盗图长达20多年。消息一出，社会哗然。原来这幅看似庄严祥和的佛教画像，慈济从未注明作者，更没有取得授权，等于堂而皇之地侵权。经舆论发酵后，大林慈济医院只得发声明坦诚错误，向原作者致歉，并表示会将画作撤下。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苦苓进一步指出，慈济过去在出版品和影片中也曾多次发生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素材的情况，可谓前科累累。此语虽重，却令人无法反驳。一个讲求戒律与诚信的佛教团体，怎会在知识产权上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而且一犯就是多年，若非外界揭露，恐怕还会一直挂下去。这不禁让人怀疑，慈济庞大的体系中，是否已有部分角落对是非对错变得迟钝，缺乏基本的自我检视。除此之外，民间对慈济的批评还有许多层面，还有些事件则是慈济被迫卷入他人丑闻的漩涡。例如，某大型企业董事长曾深陷黑心食品安全丑闻，但他同时也是常年捐助慈济的虔诚会员。当此事曝光后，社会舆论期待慈济表明立场，甚至退还他的捐款，但慈济基金会最后仅低调表示尊重司法，既没有公开谴责，也未对该捐款多做处置。这种态度让部分民众失望，质疑慈济在面对金主过失时选择沉默，是否有违其道德标杆的形象。有网友分享了一段亲身经历，他的一位好友阿明20多岁就开始固定每月捐款1000元给慈济，连续10年从未间断，被慈济师兄师姐视为热心会员。直到有一年，阿明突然失业，经济陷入困顿，只好暂停了每月的捐款。没想到才过2个月，2位慈济志工便亲自登门拜访，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也含蓄地提及最近都没看到您的捐款了呢。阿明尴尬又难过，只得如实说明自己失业无力负担。对方虽然言语上安慰他要保重身体，但话锋一转，又鼓励道：行善累积福报的事不能间断哦，暗示他即使再难也应继续捐款。送走志工后，阿明心里五味杂陈，多年来他真心付出，难道在对方眼中自己只是个每月固定掏钱的提款机吗？这段经历在网上曝光后引发许多讨论，不少人表示也曾遇过类似情形，觉得个别慈济志工在劝募时给人的压力过大，有情绪勒索之嫌，甚至慈济志工们身穿制服集体行动的画面也被年轻世代戏称为蓝蚂蚁军团，借昆虫群体谐称其高度组织化的动员方式，言下亦有调侃其宗教色彩浓厚，成员欠缺个人思辨之意。种种负评交织成网，让慈济长久以来建构的圣洁形象几近瓦解。回顾50多年来慈济走过的路，曾几何时它是无数人心中的标杆与希望，而如今却深陷信任危机。我们看到一个庞大的组织如何从万人拥戴走到饱受质疑，这过程令人不胜唏嘘。然而批评归批评，多数人内心其实仍然期盼慈济能迷途知返，革新求变。毕竟慈济过去的善行累积下深厚的基础，遍布全球的志工网络，各领域的慈善事业，以及千千万万曾被帮助过的受惠者，都是他宝贵的资产。百万捐款人的善念也不应被辜负。正因为大家对慈济曾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今日才会对他的瑕疵倍感失望。或许危机正是转机的开始。越来越多理性声音呼吁慈济诚实面对问题，例如知名时事 YouTuber 志奇77就在影片中忠言相劝，慈济必须调整改进营运方式，踏实地一点一滴重建社会大众的信任。这段话可谓切中了要害。面对连番的风雨，慈济的掌舵者正言法师心情也备受考验。据悉，在那些争议最猛烈的日子里，正言法师曾于内部共修场合哽咽落泪，感叹道：社会大众的批评必然有其因，一定是哪里做的不够，才会让大家误解。
他勉励弟子们勿气馁怨天，反而要更谦卑地自我检讨，踏实改进，千万不能忘了当初那一念善心。法师的一番话令许多志工潸然泪下，他们回想起自己加入慈济的初心，不也是为了帮助苦难中的陌生人，为世界带来一点光吗？这份初心至今依然烫在胸口，即便外界风言风语，此刻依然有成千上万的慈济志工每天奔走于医院、贫民区和灾区，用行动书写着人间的温暖。他们当中多是平凡的阿公阿嬷、叔叔阿姨，有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却相信行善不分能力大小，有心就能做。正是这千万万普通人的善念与付出，撑起了慈济半个多世纪的壮举。那些质疑的声音固然让人心痛，但也逼得慈济更谨慎地审视自己。或许正是要经过这般淬炼，慈济才能去无存精，回归它创立时最纯粹的模样。透过慈济的起落兴衰，我们也看到了一道发人深省的光。当善心汇聚成庞大的组织力量，如何确保这力量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进？对慈济而言，眼前的阵痛正是一堂深刻的课。唯有制度健全、公开、透明，才能既避免好心被误解，也防止任何少数人滥权。有专家指出，台湾公益界或许应以此为契机，推动更完善的法规，来规范大型慈善组织的财务运作和治理，让爱心不再是凌驾监督的理由。这些反思与改变，不仅攸关慈济的未来，更攸关整体公益环境的进步。另一方面，随着岁月流转，证严法师本人也已届高龄，慈济未来的接班和定位同样备受关注。这位创办人以一己之力缔造的慈善版图能否平稳传承？新一代慈济领袖是否有勇气承担改革重任，在维系热忱善心的同时，引入现代管理的透明与问责？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慈济将面临新舵手的诞生，那将是另一个关键转折点。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只要社会上仍有苦难存在，就仍需要有人点起慈悲的灯火。慈济的故事庞佛是一场当代的神话考验，它提醒我们，再光芒四射的圣殿也有人性的一面，再令人敬仰的组织也需要接受批评与监督。从全民信仰到争议缠身，慈济经历的起伏令人唏嘘，却也并非没有希望。神话破灭后，如果能以凡人的身份重新出发，脚踏实地地累积信任，那么昔日的荣光未必不能重现。我们相信，只要初心未泯，诚意仍在，曾经创造的善的奇迹依然有机会再现。未来慈济会倒下亦或重生，曾经没人敢质疑的帝国还能否回到人们心中神圣的位置？答案将随着时间揭晓。我们所能确信的是那一句亘古不变的箴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慈济能否在这场信任危机中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